结婚3年，婆婆对我一直颇有微词。一个没有工作、没有背景的农村姑娘，凭什么嫁给她的独子？直到我求父母掏空积蓄给我买房后，她突然找上门：“小云啊，昨天给你的30，记得中午多做几个菜，家里来客人了。妈，现在物价涨了，我们这个月还完贷款已经没多少了，恐怕……哎呦，你们年轻人就是不会过日子。我们那会儿一大家子吃饭，5块钱都能张罗一桌菜。你妈没教过你怎么持家吗？”说完，她扬起下巴，转身走向客厅。透过半开的门，我看到已经有13个人挤在我们狭小的客厅里，有说有笑。婆婆的声音又飘了进来：“小云手艺好着呢，今天大家有口福了。”我低头看着30元钱巨款买的菜，顿时有了主意。行啊，妈，我保证让你满意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苏桃出生在城郊一个普通家庭，父亲是机械厂的工人，母亲开了间小裁缝店。他们家境虽不富裕，却也算得上踏实。从小他就知道父母为供他读书有多辛苦，所以一直勤奋学习。后来考上市里不错的广告公司。那年夏天，同事张丽办了个生日聚会，苏桃在那里遇见了宋明。宋明是张丽的表弟，父母在城东开了家大型建材市场，家境殷实。初见的宋明长得清秀斯文，说话时总是带着温和的笑意，一双眼睛却显得有些漂浮不定，似乎装满了犹豫。“你好，我是宋明。”他主动向苏桃伸出手，声音里透着小心翼翼的温柔。苏桃握了握他的手：“我是陈桃，张丽的同事。我知道，刚才听表姐说起过你，说你工作能力很强。”宋明的目光从苏桃脸上掠过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赞赏。那天晚上，宋明送苏桃回家，路上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，话题从电影转到书籍，又从书籍转到各自的工作。宋明说他在父亲的建材市场帮忙，说的时候语气平淡，像在叙述一件与己无关的事。“你不喜欢那份工作？”苏桃敏锐地问。宋明愣了一下，笑笑：“被你看出来了。其实我想做点自己的事，但父母希望我接手家里的生意。那你自己想做什么？写作，或者开一家小书店，安安静静的那种。”宋明说这话时，眼睛里第一次有了光彩。之后的日子，宋明约苏桃看电影、吃饭、逛书店，他们的关系在不知不觉中拉近了。宋明温柔体贴，尊重苏桃的想法，这让习惯了独立自主的苏桃感到舒适。于是他开始想象和宋明在一起的未来。苏桃不知道的是，宋明从未向父母提起过他。直到交往3个月后的一天，宋明突然说：“我妈想见你。”苏桃点点头：“好啊。”他心里有些忐忑，却也隐约期待。第一次去宋明家，苏桃穿了件淡蓝色连衣裙，简单大方。宋家的别墅坐落在城东的高档小区里，占地面积惊人。刘月娥，宋明的母亲，从苏桃一进门就开始用眼神打量她，目光像把尺子，从头发丝量到脚尖。“婆婆好。”苏桃微笑着递上带来的礼物，是精心挑选的茶叶。刘月娥接过礼物，脸上挂着礼貌却生硬的笑：“坐吧。”吃饭时，刘月娥问了苏桃很多问题，家庭情况、工作收入、未来规划，苏桃一一作答，语气平和。她注意到刘月娥每次听完回答，都会和宋父交换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，
明明马上就要接手家里的生意了。刘月娥说：“以后肯定很忙，你能理解吗？”苏桃笑了笑：“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理想忙碌，我能理解。”刘月娥面色一僵：“你是说你支持明明不接家里的生意？”“我支持他做自己想做的事。”苏桃平静地说。饭后，苏桃主动帮忙收拾餐桌。当她走进厨房时，听见客厅里刘月娥对宋明说：“儿子，你可以找更好的，这姑娘家境太普通，配不上你。”宋明没有立即回应，这沉默刺痛了苏桃的心。回去的路上，宋明表现得局促不安。“我妈她，你别往心里去。”苏桃看着窗外。“宋明，你觉得我配不上你吗？”“我没那么想。”宋明急忙解释，“我喜欢你，真的。”苏桃转头看他，“但你刚才没有反驳你妈妈。”宋明脸上露出了为难的神色，“我妈她就是那个脾气，你多包容一下吧。”苏桃沉默了，她开始意识到宋明的温柔背后是难以启齿的优柔寡断。接下来的2年，苏桃和宋明的感情如同过山车，起起伏伏。每次宋明带苏桃回家，刘月娥总有办法让苏桃感到不自在，或是当着苏桃的面提起宋明以前的女友多么优秀，或是无意间透露自己为儿子物色了某某富商的女儿。宋明始终处于母亲和女友之间的夹缝中，左右为难。每次和母亲争执后，他总会沮丧地对苏桃说：“再等等吧，我妈总有一天会接受你的。”苏桃起初还会安慰他，后来渐渐沉默。他不是没想过分手，但每次看到宋明那双充满歉意的眼睛，他又心软了。转机出现在他们交往2周年的那天，宋明带苏桃去了家高级餐厅，席间突然单膝跪地，掏出了戒指：“陈桃，嫁给我吧。”他的声音前所未有的坚定。苏桃惊讶地看着他：“你父母知道吗？”“知道，我已经和他们谈过了。”宋明握紧苏桃的手：“我告诉他们，如果不能和你在一起，我宁愿放弃家里的一切。”苏桃眼眶湿润：“你从来没对我说过这样的话，因为我一直很懦弱。”宋明苦笑：“但我不想再失去你。”婚礼筹备期间，刘月娥虽然没有公开反对，却处处刁难。她嫌弃苏桃家准备的嫁妆不够体面，对婚宴菜单挑3拣4，甚至对婚纱的款式也要插手。婚礼当天，刘月娥带着一大群亲友盛装出席，个个珠光宝气。在相比之下，苏桃家的亲友显得朴素许多。刘月娥在婚宴上频频向亲友炫耀宋家的财力，并不经意地提到苏桃家的简陋。明明是我们家独子，我们舍得给他花钱，倒是有些人家连像样的嫁妆都拿不出来。刘月娥端着香槟，声音刚好能让周围的人听见。苏桃站在不远处，听得一清二楚，但还是强忍泪水，挤出微笑，继续招待宾客。当晚，宋明发现新娘躲在酒店浴室里无声哭泣，他慌了神，连声道歉：“对不起，我妈她。”“别说了。”苏桃擦干眼泪：“我不想在新婚夜哭泣，但宋明，答应我一件事。”“什么事？”“我们得有自己的家。”苏桃说。婚后，苏桃和宋明暂时住在宋家别墅的偏房里。刘月娥每天都要对苏桃的家务和饭菜挑剔一番。这衣服洗得不干净。刘月娥检查着宋明的衬衫：“你看这领子还有黄印子，这菜太咸了。”刘月娥皱着眉推开碗：“明明胃不好，你都不知道吗？”苏桃默默忍受着，也知道和婆婆争执只会让宋明为难，于是积极寻找搬出去的机会。终于有一天，
苏桃找到了市中心一套2室1厅的小房子，首付只要30万，我们买下来吧。苏桃兴奋地对宋明说：“贷款我算过了，我们2个人的工资加起来，每月还贷款还是绰绰有余的。”宋明犹豫了，可是我爸妈希望我们一直住在这里。再说，我们有必要背上那么大的贷款压力吗？宋明，苏桃严肃地看着他，你忘了我们的约定吗？我们需要自己的空间。最终，宋明答应了。但当他向父母提出要买房时，刘月娥勃然大怒：“胡闹！好好的大别墅不住，非要去挤小房子。”刘月娥指着苏桃：“我看是你怂恿的吧？嫌我管得严。”宋明试图解释：“妈，我们总要有自己的家，自己的家，这不是你的家吗？”刘月娥冷笑：“你要是嫌我碍事，我和你爸搬出去就是了。”宋父在一旁劝着：“别闹了，孩子大了，想有自己的空间也正常。”刘月娥瞪了丈夫一眼：“你就惯着他们吧。”闹了几天，刘月娥终于勉强同意了，但提出一个条件：首付款你们自己想办法，我和你爸1分钱都不会出。宋明苦笑着对苏桃说：“对不起，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了。”苏桃拍拍他的肩：“没关系，我去问问我爸妈。”苏桃父母听说后，二话不说把积蓄全拿了出来，还从亲戚朋友那里借了一部分，总算凑齐了首付。妈，这钱……苏桃不忍心接，陈母握紧女儿的手：“拿着吧，你们有自己的家，我和你爸才放心。”就这样，苏桃和宋明搬进了新家，每个月要还的贷款接近他们收入的1半，生活顿时拮据起来。苏桃开始精打细算，宋明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大手大脚。我们得省着点，苏桃对宋明说：“这个月电费超支了，下个月得少开些空调。”宋明点点头：“我明白，我想周末再找点兼职，多赚点钱。”2人一起经历生活的磨砺，感情反而比从前更加深厚。苏桃觉得，虽然辛苦，但终于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家，值得。刘月娥虽然表面上接受了现实，但心里始终不快。她时不时来视察一番，对苏桃的家务管理指手画脚，还经常在亲友面前抱怨：“我们家条件那么好，非要出去受罪，真是不知好歹。”宋明每次听到这些话都很难过，但又不敢正面反驳母亲，只能私下安慰苏桃：“别在意，我妈就那脾气。”苏桃已经学会了沉默以对，她知道和刘月娥争辩没有任何意义。那个月，宋明的公司出了点问题，奖金泡了汤。与此同时，房贷又到了还款日，2人的存款几乎被清空。这个月真是太紧了，还有10天才发工资，家里只剩30块钱了。苏桃皱着眉头算着账，可宋明听到后压力倍增，于是叹了口气：“要不我去向爸妈借点？”“别。”苏桃摇头：“你妈肯定又要说3道4，我们自己想办法，实在不行就吃素几天。”宋明有些惭愧：“都怪我没本事，让你跟着受苦。”苏桃笑了：“别这么说，我们在一起，再苦也是甜的。”正说着，宋明的电话响了，是刘月娥打来的：“明明啊，明天晚上有空吗？你三叔一家从南方回来了，还有你大姨、二姨他们，一共10来个人，我想在你家聚一聚。你家不是新装修好吗？正好给亲戚们看看。”宋明为难地看了苏桃一眼，随后吞吞吐吐道：“妈，这个怎么不方便？”此刻，刘月娥的语气一下子冷了：“自从你结婚后，就不愿意见亲戚了，是不是有人在背后挑唆？”“不是的，妈，只是我们家里最近……”刘月娥打断她：“行了，就这么定了，
明天晚上6点，我们到你家，菜你们准备，我带点水果。”说完就挂了电话。宋明苦着脸对苏桃说：“完了，我妈非要明天带一大帮亲戚来家里吃饭。”苏桃皱起眉头，现在家里只有30块钱，怎么招待10多个人？要不我明天去找爸借点钱？宋明提议。苏桃摇摇头：“你上次借的5000还没还呢，再借只会让你妈有话说。这样吧，我明天去跟她说清楚，改天再聚。”宋明有些担忧：“你确定？我妈那脾气？”“放心吧，我会委婉点的。”苏桃安慰道。第二天一早，苏桃独自去了宋家。刘月娥正在收拾东西，准备晚上的聚会。“婆婆。”苏桃轻声说，“关于今晚的聚会，我想和您商量一下。”刘月娥头也不抬：“有什么好商量的？地点就定在你们家，我已经通知所有人了。”苏桃深吸一口气：“婆婆，实话告诉您，我们家这个月经济有点紧张，只剩下30块钱了，实在没法准备丰盛的晚餐。”刘月娥抬起头，上下打量着苏桃，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她从钱包里掏出30块钱，拍在桌子上：“拿去买菜，不会连这点钱都出不起吧？”苏桃看着那30块钱，一阵无力感涌上心头。“婆婆，30块钱能买什么菜啊？10多个人，怎么嫌少？”刘月娥冷笑：“我看你是不会过日子。当年我和他爸刚结婚那会，日子比你们苦多了，也没见我喊穷。”苏桃强忍着情绪：“婆婆，不是嫌少，是确实不够，能不能改天再聚？等我们发了工资？”“不行。”刘月娥斩钉截铁：“亲戚们都约好了，不能失礼。”随后她顿了顿，意有所指地说：“明明每个月挣那么多，家里怎么会只剩30块钱？是不是有人偷偷存私房钱了？还是补贴给谁了？”苏桃睁大眼睛：“婆婆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刘月娥冷哼一声，两手拍打了下衣服不存在的灰尘：“什么意思？你心里清楚。我当初给了你们那么多彩礼，现在连顿饭都请不起。”苏桃气得浑身发抖，但她知道现在不是争执的时候，于是咬着牙道：“好，妈，您放心，晚上的饭我们会准备的，这还差不多。”刘月娥满意地点点头：“记住，一定要准备丰盛点，别让亲戚们看笑话。”回到家，苏桃把事情告诉了宋明。宋明听到后也是又气又急：“我妈怎么能这样？我去跟她说清楚。”苏桃拉住他：“算了，别去了，她已经通知了所有人，现在反悔只会让事情更糟。那怎么办？我刚充了30花费，如今家里就剩60块钱了。”宋明愁眉苦脸。苏桃沉默片刻，突然说：“你放心，我有办法。”宋明疑惑地看着他：“什么办法？你等着看吧。”苏桃神秘地笑了：“我保证，今晚会让所有人都记忆深刻。”傍晚6点，刘月娥带着一大帮亲戚浩浩荡荡地来到了苏桃家。宋家的亲戚们个个衣着光鲜，一进门就东张西望，品头论足。“哟，房子不大啊，才多少平米？”宋明的三叔环顾四周：“装修也太简单了。”二姨撇撇嘴：“我闺女家都比这气派。”不知为何，听到亲朋的鄙夷，刘月娥竟满脸得意：“孩子们非要自己住，我也拦不住。我家别墅空着那么多房间，他们就是不住。”苏桃微笑着招待每一位客人，脸上看不出丝毫不快。宋明则紧张地在客厅和厨房之间穿梭，时不时关切地看向妻子：“菜准备的怎么样了？”刘月娥走进厨房，对苏桃说：“亲戚们都饿了。”苏桃点点头，将3个锅齐上阵：“马上就好。”
请大家再稍等一会儿。刘月娥见状，满意点头，随后走出厨房。客厅里，亲戚们正百无聊赖地等待。三婶不停地看表，戴姨拍着自己圆滚滚的肚子，小辈们低头玩着手机。刘月娥走到客厅中央，像个女主人般宣布：“等会儿啊，我儿媳妇正在准备呢。”年轻人手脚慢多担待，随后他坐到沙发上，顺手拿起一把瓜子，熟练地磕了起来。瓜子壳落入精致的小碟子，发出细微的声响。他故意压低声音，却恰到好处地让声音能穿过那道薄薄的厨房门。这孩子平时不知道都把钱花哪去了，还得我拿钱给他们买菜。我看啊，这小门小户的就是不行。亲戚们纷纷摇头叹气，交换着心照不宣的眼神。三叔抿了抿嘴，对妻子挤了挤眼睛。二姨轻声对女儿耳语了几句，两人一起偷笑。大姨父则大声附和：“我看现在的年轻人就是不会过日子，也不知道这父母这么教的，估计也是没文化。”宋明站在角落，听见众人的话，手指不安地搅在一起，嘴唇微微颤抖，却终究没有说出一个字。厨房里，苏桃的手停顿了一下，锅铲敲在锅边，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。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客厅里的亲戚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。怎么还不上菜啊？三婶子抱怨道：“饿死人了！咱家啥时候规矩是这么待客的？”听到这话，刘月娥也有些坐不住了，直接走到厨房门口怒斥：“还没好吗？大家都等急了。好了，这就来。”苏桃推开厨房门，将菜一盘一盘端上桌，脸上挂着诡异的微笑。随着一道道菜上桌，盘子放满了桌子，众人表情却逐渐凝固。可苏桃饶是没注意到众人的异样，站在桌边，双手轻轻拍了拍，声音清脆的不自然：“大家等啥呢？吃啊，菜上齐了！”哐当一声，大姨父的筷子掉在地上，脸一下子涨得通红。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拿我们开涮吗？”亲戚们面面相觑，有的低头假装整理衣领，有的猛灌水掩饰尴尬。小辈们偷偷掏出手机，悄悄按下快门，捕捉这罕见的家庭大戏。此时，刘月娥刚从洗手间出来，眼角瞥见餐桌上的情景，整个人如同被雷击中。只见一桌子土豆丝、炒白菜、凉拌黄瓜、清炒豆芽，盘子上的菜像是落难的难民，几叶烟哒哒的青菜，土豆丝稀稀拉拉地躺着，白菜叶子蔫巴巴地挤在一起，几根豆芽孤零零地飘在水里。最后一个盘子中间赫然摆着一张白纸条，在菜盘中间放着一张纸条。这时，宋明的大姨拿起桌上的纸条，念道：“没钱，婆婆要我用30买菜，请大家多喝点水。”餐桌上顿时安静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刘月娥身上。刘月娥的脸一阵红一阵白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故意让我难堪吗？”“不是的，婆婆。”苏桃的声音出奇的平静。“您不是说我不会过日子吗？我就按照您给的钱尽力而为了。”“你……”刘月娥气得发抖，“你存心羞辱我！明明你管管你老婆。”宋明站在苏桃身边，出乎所有人意料地说：“妈，桃没有羞辱您的意思，我们确实只剩下30块钱了。”“胡说！”刘月娥拍案而起，“你每个月工资那么高，怎么可能只剩30块钱？一定是他在偷偷存钱。”“不是的，妈。”宋明深吸一口气，“我们每个月一半的收入都用来还房贷了，剩下的钱买日用品、交水电费，就所剩无几了。这个月公司裁员，我的奖金也没了。
那你爸不是借了你5000块吗？刘月娥质问。那笔钱用来交物业费了。宋明低声说，我们真的很紧张。我不信。刘月娥转向其他亲戚，你们听听，他们这是演的哪一出？故意在亲戚面前让我难堪。三叔皱着眉头，月娥啊，这事可能是真的。年轻人买房不容易，每月还贷确实很吃力。就是啊，二姨插嘴，我闺女他们买房后也是紧巴巴的，经常月底吃方便面。可他们为什么不早说？刘月娥仍不甘心，非要等到今天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。我说了。苏桃终于忍不住了，声音有些颤抖。我一早就去告诉您了，可您不听，还说我偷偷存私房钱，说我不会过日子。你胡说！刘月娥打断他。妈，宋明的语气前所未有的坚定。陶陶没有胡说，他今天一大早就去找您了。我知道他回来后哭了，但没有告诉我您说了什么。我们本想改天再聚的，可您坚持要今天来。刘月娥愣住了，她没想到平时唯唯诺诺的儿子会当众顶撞自己。你竟然为了他这样对我说话！刘月娥的眼圈红了。我白养你这么多年了。宋明摇摇头，妈，我不是在顶撞您，我只是想告诉您事实。我和陶陶结婚这几年确实很不容易，买房是我们共同的决定，也是为了有自己的空间，我们省吃俭用，就是不想麻烦您和爸。就是月娥。宋父这时站了出来，孩子们有自尊心，不想总是伸手向父母要钱，这是好事啊。刘月娥沉默了，她环顾四周，看到亲戚们各种各样的表情，有同情的，有尴尬的，甚至有些幸灾乐祸的。她突然感到一阵羞愧和心痛。我不知道你们这么困难。她的声音低了下来，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告诉您有什么用呢？宋明苦笑，您会说我没本事，说陶陶不会持家，说我们不该买房。刘月娥没有反驳，因为她知道儿子说的是实话。餐桌上的气氛变得异常沉重，大家都低着头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突然，宋明的三叔起身说，既然是聚会，那就别弄得这么尴尬。我看这样吧，我请客，咱们一起出去吃。不行，宋父出人意料地说，今天这顿饭我来请，不过不去饭店了，就在这儿吃。老宋，你去买菜，多买点好的。他掏出钱包，拿出一沓钱，拿着，别心疼。宋明接过钱，眼眶有些湿润。爸，去吧，快去买菜，大家都饿了。宋父催促道。宋明和苏桃一起出门买菜去了。客厅里，刘月娥坐在沙发上，神情复杂。月娥啊，宋父坐到她身边，你啊，就是太看重面子了。孩子们过得怎么样？你心里没个数吗？刘月娥没有说话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你总说陶陶不好，可你想过没有，人家姑娘嫁到咱们家，受了多少委屈？宋父继续说，人家父母把积蓄都拿出来给他们付首付，你知道吗？刘月娥震惊地看着丈夫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明明告诉我的。宋父叹了口气，他很愧疚，觉得对不起岳父岳母。刘月娥沉默了很久，终于说，我只是希望儿子好。我知道。宋父拍拍他的手，但你的方式错了。半小时后，宋明和苏桃回来了，手里提着满满的菜，看着他们忙前忙后的身影，刘月娥的心里五味杂陈。晚饭终于开始了，氛围比之前轻松了许多，大家有说有笑，仿佛刚才的不愉快从未发生过。但刘月娥一直很沉默，她看着桌上丰盛的菜肴，不时偷偷看一眼苏桃忙碌的身影。饭后，亲戚们陆续告辞。临走前，宋明的三叔拍拍他的肩膀，
小两口日子过得紧，是正常的，慢慢来，会好的。二姨则悄悄对刘月娥说：“你这媳妇其实挺不错的，能干，有主见，比那些娇生惯养的小姐强多了。”等所有人都走后，屋里只剩下宋明、苏桃和宋明的父母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说不出的尴尬。刘月娥站起来，犹豫了一下，走到苏桃面前：“对不起，我不该那样对你说话。”苏桃愣住了，她没想到刘月娥会道歉。“我也有错。”苏桃低声说，“不该当着亲戚的面那样做，我只是太委屈了。”刘月娥叹了口气：“我明白，是我太固执了。”她转向儿子：“你们以后有困难一定要说出来，别硬撑，家里还是有点积蓄的。”宋明点点头，眼里含着泪：“谢谢妈。”“行了。”宋父站起来：“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回去吧。”临走前，他塞给宋明一个信封：“这是我和你妈的一点心意，别推辞。”送走父母后，宋明打开信封，里面是一张存折和一张纸条。纸条上写着：“孩子，这是我和你爸这些年给你攒的钱，本想等你们有孩子再给的，现在看来你们更需要它，好好过日子，有困难就说出来，别憋在心里。”爸妈。宋明看着存折上的数字，泪水终于夺眶而出。苏桃抱住他，也哭了。那一刻，他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和幸福。那场风波过后，宋家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刘月娥不再动不动就去视察儿子家，也很少对苏桃的家务指手画脚了。她开始学着尊重年轻人的生活方式，甚至偶尔会给苏桃打电话，问她需要什么帮助。宋明也变得更加成熟坚定，他不再在母亲和妻子之间摇摆不定，而是学会了如何在尊重父母的同时保护自己的小家庭。一次聚餐时，刘月娥突然对苏桃说：“我听说你们公司在招人，我朋友的女儿想去应聘，你能帮忙看看吗？”以前刘月娥绝不会这样低声下气地向苏桃求助。苏桃心里一暖，点点头：“当然可以，让她准备好简历，我帮她内推。”刘月娥感激地笑了：“谢谢你，桃桃。”苏桃惊讶地抬头，这是刘月娥第一次叫她桃桃，而不是生硬的苏桃或者明明媳妇。转眼间又是一年春天，窗外的梧桐树抽出了嫩绿的新芽，小区里的樱花树也开始绽放，粉白色的花瓣随风飘落，像一场温柔的雪。这是苏桃和宋明结婚的第3个年头，生活终于步入了平稳的轨道。那天清晨，苏桃站在洗手间里，手中握着验孕棒，看着上面清晰的2道杠，心跳加速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平复自己激动的情绪，轻轻推开门，看到宋明正坐在餐桌前喝着豆浆。“明明。”苏桃轻声唤道，声音微微颤抖，“我有件事要告诉你。”宋明抬起头，看到妻子手中的验孕棒，顿时明白了一切。他猛地站起来，豆浆杯险些打翻，几步跨到苏桃面前，小心翼翼地接过验孕棒，看了又看：“真的吗？我们要当爸爸妈妈了。”宋明的声音哽咽了，眼眶不自觉地湿润。苏桃点点头，泪水在眼眶中打转：“是的，我们要有宝宝了。”宋明一把将妻子搂入怀中，紧紧地抱着她，像是害怕这一切只是一场梦。两人相拥而泣，喜悦在这个小小的家中荡漾。“我们得告诉爸妈。”宋明松开苏桃，兴奋地说：“他们一定会很高兴。”苏桃擦干眼泪，笑着点头：“周末我们一起去吧。”周6下午，宋明开车带着苏桃回到了父母家。与往日不同，这次苏桃的心情格外放松。
自从那次30块钱买菜的事件后，她和婆婆之间的关系有了质的飞跃。虽然偶尔还会有一些小摩擦，但刘月娥已经学会了尊重儿媳的想法，不再动不动就指手画脚。到了宋家别墅，刘月娥早已在门口等候，看到儿子儿媳来了，她热情地招呼着：“来了，快进来吧，我刚做好了糖醋排骨和红烧鱼，都是你们爱吃的。”进门后，苏桃注意到客厅的茶几上摆着几本育儿杂志和孕妇保健的书籍，她不禁感到好奇，这些是婆婆看的吗？妈，爸，我们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。宋明握着苏桃的手，神秘地说。刘月娥和宋父都停下手中的活，期待地看着他们。我们要有宝宝了，苏桃轻声说，脸上泛起幸福的红晕。已经确认了，大概2个月了。刘月娥愣了一下，随即惊喜地叫了起来：“真的吗？我要当奶奶了！”她冲过来，一把抱住苏桃，眼泪立刻涌了出来。宋父也站起身，拍着儿子的肩膀，老脸上满是皱纹堆砌的笑容。好啊，好啊，终于要添丁了。刘月娥松开苏桃，擦了擦眼泪，又紧张起来。你最近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不舒服？吃得下饭吗？晚上睡得好吗？一连串的问题如机关枪般射出。苏桃微笑着一一回答：挺好的，就是有点容易困，偶尔会有点恶心，不过都不严重。那怎么行？刘月娥马上说，孕早期最关键了，明明，你得多照顾着点。晚上淘淘要是想吃什么，你就得去买，听见没？宋明连连点头，我知道，妈，我会照顾好淘淘的。刘月娥拉着苏桃的手，语重心长地说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们家的重点保护对象了，有什么需要的，尽管说，千万别客气。苏桃心头一暖，点点头，谢谢妈。饭桌上，刘月娥不停地给苏桃夹菜，多吃点鱼，对宝宝的大脑发育好，排骨也吃，补钙。妈，您别给淘淘加这么多，他吃不了这么多的。宋明看着妻子面前越堆越高的饭菜，忍不住劝道：“没事，吃多少是多少。”刘月娥说着，又给苏桃盛了一碗汤，这是我特意熬的鲫鱼汤，对孕妇有好处。苏桃看着婆婆忙前忙后的身影，想起了2年前的那个尴尬晚餐，不禁有些恍惚。那时的刘月娥怎么会想到有一天会这样关心自己？饭后，刘月娥拉着苏桃坐在沙发上，兴奋地说：“我已经想好了，明天就去买婴儿用品。现在的东西可比我们那时候好多了。听说还有智能摇篮，会自动哄宝宝睡觉的。”妈，不用这么急。苏桃笑着说：“还有7个月呢。”那不行。刘月娥忙不迭地说：“现在就要开始准备了，我可是要当奶奶的人了，而且我还要收拾出一间房来，到时候你们带宝宝回来住几天，我好帮你们带带。”宋明在一旁看着母亲和妻子有说有笑的样子，心里充满了感激。他知道是那次30块钱买菜的事件，才让2个他最爱的女人终于放下了心结。回家的路上，宋明开着车，时不时瞥一眼副驾驶上的苏桃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。你妈变了好多，苏桃轻声说，以前我真的很怕见她，现在反而觉得很温暖。宋明点点头，是啊，那次之后，我爸和我说，他私下里和我妈谈了很多次，我妈也慢慢意识到，他的做法可能会让我们疏远他。你爸真是个明事理的人。苏桃感叹道，难怪能把生意做这么大。其实我妈本质上不是个坏人。宋明说，她只是太在乎我，太想控制一切，毕竟我是独子，她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了。
我现在能理解他了。苏桃抚摸着自己尚未明显隆起的腹部，有了自己的孩子，才会真正明白父母的心情。回到家，两人坐在阳台上，看着夜空中的星星，初春的晚风还带着一丝凉意。宋明体贴地为苏桃披上了一件外套。你记得我们刚结婚那会儿，你妈带亲戚来家里吃饭的事吗？苏桃突然问道。宋明点点头，记得。怎么了？说来也怪，苏桃若有所思。那件事本来让我很生气，但现在想来，反而成了转折点。如果不是那次，你妈可能一直都不会理解我们的处境。宋明握住妻子的手。是啊，有时候矛盾爆发反而是好事，至少大家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。那天之后，我一直在想，苏桃继续说，是不是我太固执了？如果一开始我就坦率地和他沟通，不把所有委屈都憋在心里，是不是就不会走到那一步？宋明摇摇头，不全是你的问题，我也有责任。那时候我总是左右为难，既不敢反驳我妈，又不想让你受委屈，结果两边都处理不好。我们都变了。苏桃笑道，你不再是那个优柔寡断的宋明，我也不再是那个倔强的苏桃了。人总是在经历中成长的。宋明感慨道，那次冲突后，我才真正明白，保护自己的小家庭也是对父母的一种责任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